被殖民之后还歌颂母国的，大概就只有台湾，不止，但是台湾是最显要的。民进党把日本殖民时期的殖给淡化，变成治。当时跟台独年轻朋友辩论，他在讲说，哎呀，人家这个也是签了马关条约合法的统治啊，他说这样讲对日本人很不公平啊，这就是被洗脑的下一代。我们都知道，这是因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，导致中国清朝割地赔款，才让台澎被割让出去。这就好像这黑道强压签本票一样，这能说是合法的事情吗？在开罗宣言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，日本是窃占台湾跟东北，所以你如果照中华民国史观，你讲日据有没有问题？绝对没有问题。但是你讲日治本身就淡化了历史的一个脉络。宰相有权能割地，孤城无力可回天。现在还在记这个吗？可能会记，因为这里讲说，你看中国无情抛弃台湾，解读的方向不太一样。那我觉得最夸张就是在目前的小学或者中学的课本里，对于日本的这些建设歌功颂德居多，就所有的标题通通都是正面的东西，可是却没有告诉大家背后呢是很不平等的。日本留下来很多所谓的建设，台湾人根本就用不到，而且这些建设呢是台湾人去盖，那么他们当初有给钱吗？没有啊，这就是把你当免费劳动啊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那我们今天从高中呢继续的可以跟他聊下来哦。民进党这样子等于说把日本殖民时期的殖这件事情给淡化，变成治，那把清领时期也变成清治时期哦。那这样事实上好像等同这两个政权的逻辑是一样的。如果有印象的话，2015年当时呢马英九执政的末期开始推动课纲的微调啊，那在我们的观点来看是拨乱反正，其中一项就是要把日治改成日据啊，因为我以前从小学的都是日据。为什么呢？日据就是非法占据嘛，日治呢就是有合法治理的意思。对，那当然在我们的观点认为呢，日本是非法的占据。那我还记得当时呢，跟一个台独的年轻朋友在电视上辩论，就是高中生，那他读的这个课纲，他在讲说，哎呀，人家这个也是签了马关条约，这也是合法的统治啊。他说这样讲对日本人很不公平啊。哎，你看到啊，这就是被洗脑的下一代。我们都知道，这是因为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啊，日本侵华，然后导致呢中国大陆，导致中国清朝呢割地赔款啊，才让我们的这台澎被割让出去。这就好像这黑道强压签本票一样，这能说是合法的事情吗？而且最后呢是光复胜利了嘛。而且最终啊，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史观的立场，就你到底是站在哪一个民族跟哪一个国家，这才是根本的关键。你如果呢是站在中国的这个道统，而是站在中华民国国民的立场，那当然呢你就觉得日本是非法治理台湾。甚至呢如果是以当时台湾人历史上的客观现实，当时的台湾人没有觉得被日本人割让出去是好事啊，所以才会有各种的抗日活动啊。哪有听到说，当这个李鸿章说决定要把台湾割让出去，然后中国大陆的这个士绅欢欣鼓舞？没有，有台湾的士绅欢欣鼓舞？没有，那都是反抗到底。不是还是宰相有权能割地，孤城无力可回天。现在还在记这个吗？不知道可能会记，因为这里讲说，你看中国无情抛弃台湾，这解读的方向不太一样。所以当然就日治跟这个日据的根本性差异。那我觉得最夸张就是在目前的小学或者中学的课本里面，对于日本的这些建设歌功颂德居多，就所有的标题通通都是正面的东西，可是却没有告诉大家背后呢是很不平等的，就包含说日本留下来很多所谓的建设，台湾人根本就用不到，而且这些建设呢是台湾人去盖的。那么他们当初真用台湾人去盖，有给钱吗？没有啊，那就是把你当免费劳动啊，所以这已经是重重的剥削。可是呢，这些剥削的背后我们的教科书都没有告诉我们小朋友，所以我们小朋友读完了以后就会觉得，哇，日本好棒棒哦，就来到这边呢，盖很多的这个高楼大厦，哇，在这里面盖很多先进的东西哦。实际上不是，那个是你阿祖盖的，而且呢，你阿祖盖这些还没领钱，你阿祖盖完之后呢，你阿祖没得用，谁用呢？是日本人用。对，就好像在迦南大郡一样，那最后种出来的米粮，通通都是给日本给拿走了啊，台湾人只能吃韩籍签的。但这些呢，很可惜，我们的课本都不谈。而且我们必须要讲，课本里面它对于很多的事件，它的一个写法，它是很偏斜的。比如说我们讲108课纲高中课本历史第一册来说，它里面提到了，比如说清朝积极建设台湾这样的一个概念，比如说治台政策转为积极，2页就这2页把它讲完。然后另外呢，加强洋务建设，比如新建铁路啊，架设电报线啊，那铺设台湾到大陆之间的海底电缆线啊，其实不止哦，它还铺设了从台北到高雄的这个电报线。这部分呢，它也没有特别提出来。然后呢，还有其实刘铭传调整台湾的行政区划这件事，以前在我
我们那个时代是要背的，都要背啊，而且是必考题。它的整个行政区划怎么变化？这个行政区划变化为什么要背呢？因为你对于台湾史你要去了解说它这个调整它的意义是什么。例如说，首次把中台湾给划分出来，把北台湾呢更加细化，把台湾划成3个府：台北府、台湾府跟台南府。那这个就是现代当代台湾意义上的北部、中部、南部初具形态，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。更好玩的是什么呢？它在后面附了一张地图，这个地图上面就有刘铭传的电报线拉到高雄的这个状况。就你地图都画出来了，那你为什么不把它讲出来呢？对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。课本的里面是要告诉大家一个观念，什么观念？就日本的殖民统治是对或错啊？你说，哎呀，你花那么多时间批判日本，你怎么不批判清朝呢？这最大的差别就是日本是对我们是殖民统治啊。那殖民统治之下，皇民化什么概念呢？皇民化就是不让你当自己人啊。那这种东西叫做种族文化灭绝，这在今天这是一个被批判的非常严重的概念。你不可以强迫另外一个民族去学习另外一个民族语言，即便哪怕他这个民族在你的国家内是少数民族的时候，你必须给予该民族他的本族的语言、文字、文化一定程度的保障。而且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上的时候，他没有针对所谓的日本治理这件事情，他做一个性质的定性。日据其实是根据中华民国史观，根据中国本位史观，因为在开罗宣言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，日本是窃占，对 ，stolen from China， 就包括了台湾跟东北这个定性。所以你如果照中华民国史观，你讲日据有没有问题？绝对没有问题。但是你讲日治本身就淡化了历史的一个脉络。那讲日殖呢，我觉得是非常好，因为日殖符合国际的反帝反殖的国际风潮。世界被殖民之后还歌颂母国的大概就只有台湾地区，不止，但是台湾是最显要的。当然我们在讲这个日本，你看他们说啊，这个把日本讲得很棒啊，对不对？日治时期的所谓的经济发展啊，篇幅很多，哇一下啊，你看基础建设啊，什么交通啊，然后你看这么多啊，工业啊，然后呢这个农业啊，好几页。那如果我们相较看一下，这所谓的战后，好不好？实际上就是中华民国播迁来台光复之后的，有很多了不起的经济建设啊，讲多少？2页就讲完了。这个才是影响今天台湾最深远、最深远的一个形态。日本的那些东西，台湾人没享用啊，介绍个大概7、8页吧。然后真正啊，蒋经国时期两蒋在台湾的这些努力，然后以及到现在我们有台积电这些东西，2页就结束了。然后我们都知道老一辈的人，他们之所以会对两蒋时期有一些怀念，或对蒋经国怀念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一段时期正好就是台湾经济起飞嘛。那你就很自然而然觉得说，在蒋经国的统治之下，那我们的经济变好啦啊，或者呢，因为375减租，然后跟着有其田，然后让很多的农民都有了自己的土地，他当然就会感谢国民政府，对吧？然后或者什么9年1贯啦，然后义务教育啦，全民健保啦，他也就会觉得国民党是比较会执政的。删掉，对吧？怎么可以讲这些东西呢？通通都不要教。但是呢，这个日本有多好，一定要大写特写。然后呢，国民党怎么戒严，怎么搞228，大写特写。然后民进党怎么争取什么自由民主，美丽岛大写特写。那然后里面的228还是写错的，对吧？就公然在里面造谣。